欢迎收看老挝新闻，今天是2026年1月7日星期三，佛历2月下初4，万象晴，14到26摄氏度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、股市收盘行情、黄金市场报价、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。首先来关注外汇，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，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92基普。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，跌幅 0%。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86.2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.98 基普，涨幅 0.29%。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53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，涨幅 0.03%。再来关注股市行情，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，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45.09 点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8.2 点，跌幅 0.65%。开盘 1228.48 点，最高 1252.62 点，最低 1228.48 点。成交量1334万2600股，成交金额241亿0110万2000基普。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850基普，交易量1270万4400股，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。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850基普，交易额235亿0371万5000基普，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。接着关注黄金价格，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，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，每根售价是4715万基普，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3万基普，涨幅 0.7%。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，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2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，柴油每升18430基普，普通汽油每升22690基普，95号汽油每升26140基普。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。1.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万象开幕。1月6日，老挝人民革命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万象开幕，通伦西苏里总书记主持。本次大会主题聚焦加强党的领导，构建独立自主经济及迈向社会主义。834名代表将审议落实10大决议情况，制定2026到2030年5年规划及至2055年的愿景，通过第3份政治纲领和修订党章。会议还将选举产生第12届中央委员会，推动领导层年轻化。通伦西苏里总书记强调，党成立70年来始终忠于人民，将继续引领国家深化改革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实现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。2. 沙湾拿吉瓦塔西坤寺举行佛殿顶饰安放仪式。1月5日，沙湾拿吉省塞布里县通贤村瓦塔西坤寺举行佛殿顶饰安放仪式，多位高僧与当地政要及海内外信众共同见证了9枚象征天界的顶饰安置于屋顶。通贤村村长印巴瑟乔瓦萨表示，该佛殿建设始于2023年末，目前进度过半，已耗资逾10亿基普。本次仪式在此筹的约 1.6 亿基普和 6.8 万泰铢，资金将用于后续工程，力争2028年完工。佛殿作为佛教受戒等核心仪式的举办地，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。3. 占棚县彭孟村启动钢筋混凝土道路建设。1月6日，沙湾拿吉省占棚县彭孟村举行钢筋混凝土道路开工仪式。由于该村此前缺乏硬化路面，村委会联合当地寺院僧侣，通过社会募捐筹集建设资金，得到省县佛教协会、国内外企业家及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。该道路全长300米，宽 4.5 米。初期筹的资金近2亿基普，县政府代表也出席仪式并捐款支持。工程采取社会集资、村民自建模式，由当地劳动力负责施工。此举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，增强社区团结。随着剪彩仪式的举行，彭孟村的交通条件将得到显著提升。4. 老挝电力与贝斯特电信签约，打造地区数字联通枢纽。1月5日，老挝国家电力公司与贝斯特电信在万象签署协议，共同开发覆盖全国的电力光纤网络。
老挝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及多位部长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。该合作旨在将老挝从数字勒索国转变为地区数字枢纽，通过利用国家电网基础设施，双方将构建高效现代的数字化基石，提升全国网络互联水平。老挝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及相关部长一致认为，此举不仅能提高国有资产收益，开辟新经济增长点，还能显著增强老挝对海外投资的吸引力，符合国家向现代化、数字化及绿色经济转型的长期愿景，是实现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一步。5.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讨世界遗产保护纳入中小学地方课程。1月5日，老挝教育科学研究院在琅勃拉邦启动专项会议，研讨将世界遗产保护内容纳入小学和初中的地方课程大纲。会议强调，琅勃拉邦作为世界遗产，其建筑与文化传统面临全球化挑战。通过在国家课程基础上融入 20% 的地方特色内容，教育部门旨在从小培养青少年的遗产保护意识和自豪感。新课程将涵盖当地历史、习俗、艺术及美食等，不仅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，也为其未来在旅游和文化产业就业打下基础。此次会议为期5天，将确立系统性的教学结构，确保琅勃拉邦的文化灵魂通过教育得以永久传承。6. 公安部慰问12大一线安保人员。1月6日，老挝公安部动员委员会向负责老挝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安保工作的执勤人员捐赠饮用水。公安部总参谋部副局长本勒坎巴迪中校表示，这些物资由多家企业赞助，旨在激励一线人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大会期间万象市安全稳定。本次物资分发涵盖了国家会议中心、拉萨温酒店及万象市公安局等关键执勤点，累计发放饮用水300件。7. 12大医疗保障组全方位守卫大会安全。1月5日，医疗组负责人通西阿帕站表示，针对老挝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医疗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，医疗组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了高干急救点、代表诊疗点及食品安全监控点，配备了顶级专家和救护车。同时，医护人员已进驻市内6家重点接待酒店，确保医疗服务100%覆盖。食品安全组已完成餐饮供应商的资质审核与签约，疾控部门也对会议区域进行了多轮消杀灭蚊。此外，万象市9县医院均建立了应急响应机制。通西准将强调，医疗组将以高度责任感服务此次盛会，确保与会领导及代表的健康安全。8. 塞松本省发生货车坠桥事故。1月5日，老挝塞松本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辆货车在行驶至南莫2号桥时突然失控坠落。事故发生后，附近居民迅速赶往现场营救伤者。据现场救援人员透露，伤者为该车驾驶员，伤势十分严重。目前，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相关部门提醒过往司机在此路段减速慢行，注意行车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我们明天见。